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如何制作素描使用的排线笔刷，从此素描笔刷不求人。我画的这幅素描就大量了使用排线笔刷，方便好用，节省时间，并且还降低画笔的损耗。学会后，你可以举一反三地制作各种各样顺手的排线笔刷。那么让我们开始吧。进入 Procreate 之后，新建一个正方形的画布，将画布背景颜色调整为黑色。因为我们要制作素描使用的笔刷，所以可以在自带的笔刷库里找到合适的原料进行修改。比如这个6B 铅笔的纹理感就非常好，将它复制拖动到你想创建的笔刷组中。这是我们今天制作笔刷的原料。然后我们开始制作笔刷的图案。选择气笔下的硬画笔，选择白颜色，调整到合适的尺寸，在当前画布中点击一下。此时画布中有一个小圆点，做好后复制该图层，并移动新建的图层到该圆点的下方。间距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设定，然后再重复上面的操作，复制、移动。在移动过程中，可以把对齐选项中的对齐打开。尽量让圆点的间距保持一致，让画面呈现自上而下的圆点分布。这样画好后，合并这几个图层，然后3指下滑，选择复制当前图层，然后找到刚才拖拽过来的6B 铅笔，点击它，修改其参数。在形状下点击形状来源中的编辑按钮，点击导入，选择粘贴。这样笔刷图案就替换为刚才所制作的图案了。此时可以在右侧绘图板上画一画，看看当前的效果。明显当前的尺寸过于小，点击属性，调大最大尺寸，大小合适后再回到形状，将散布调为无，并取消勾选方位选项。如果勾选的话，笔刷的方向不随着画笔轨迹改变。取消方位后，笔刷会一直垂直于下笔的方向。画一画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感觉了。此时注意到画笔的起笔处略窄，排线并不是平行的感觉。我们找到锥度，将压力锥度的2个圆点分别拖拽到两头，这样在下笔时排线就不会过于窄了。这时我们发现笔刷的尺寸还会根据下笔的力度进行调整，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平行效果。我们找到 Apple Pencil 选项，将压力下的尺寸调为0%，此时笔刷就完美了，是我们希望的效果。根据同样的流程，你可以制作任意大小、密度、粗细的素描排线了。我们找一张画布试一试。我们注意到这个笔刷在2笔重叠的部分会略深，如何改进这一点呢？让我们回到刚才制作的笔刷画布，点击橡皮，选择气笔下的软画笔，不透明度调到中间，将上部分和下部分的小圆点进行轻微的擦除处理，让整体呈现上下浅、中间深的效果。然后3指下滑，复制当前图层。我们点击笔刷，再复制一份刚才创建好的笔刷，将形状进行替换。完成后，我们在空白画布下画一画。这个笔刷一个突出的区别就是上下的线条更浅一些，这样在重复排线过程中，重叠部分没有生硬的感觉。好了，这样2款素描笔刷就制作好了，你可以用它们来节省画素描的时间了。另外，我还想附一款与画笔笔记垂直的排线笔刷，这种笔刷在明暗过渡的地方使用会更加方便。比如我画的苹果明暗交界区域，就大量了使用这种垂直的排线，突出过渡的感觉，省时省力，效果好。让我们回到笔刷画布，新建图层，点击选区按钮，选择矩形，把颜色调整为白色，勾选下面的颜色填充，在画布上画一条竖直细长的长方形。画好后，
使用橡皮选中气笔中的软画笔，将该长方形的上下两部分进行擦淡，形成素描线条两头浅中间深的效果。处理好后，3指下滑复制当前图层。来到笔刷库，复制一份刚才做好的笔刷，将形状进行替换。此时笔刷的效果是过于连续而没有排线的感觉。我们找到描边路径，适当的调大间距，再找到属性，将最大尺寸调大，这样与画笔路径相垂直的笔刷就做好了。回到画布测试一下效果。笔刷间距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行调整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介绍的3款笔刷就完成了。学会后，我相信你可以举一反三，制作各种各样你喜欢的笔刷来画素描。快去用制作好的笔刷去画素描吧！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留言或弹幕。感谢你对视频的点赞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